换一波人，他们俩只要互相调整一波，去了。是的，好追击一点。 因为进入追击的节奏会很快。是的，直接是走中场，然后过来先赶一下。是的，赤红是上了2楼，那佩佩好像是想冲着咒术师去追啊，咒术师卡在了墓地，已经是准备牵制了。是。哎，但这边的话，其实佩佩第一时间并没有说发现磁铁那边的位置。对的。而且磁铁这边还在勾。这下。哎，这里是看到了。我墓地这个地形，说实话还是有挺多缝隙的，可以被偷看到。 前面先放一个围容，这个距离得交猿猴咒像了。但这里感觉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看一下最后一刀哦。哎呦，笼子掉了，刚好掉了。笼子刚好消失，那磁铁这一波是很赚的，下一波还有个飞轮，而且身上还有2层道具。不过这一波下板的话还是比较亏了，先给一波刀也能接受，下一波是3层猴，可以再废掉一个围笼。 过来直接是交了3层猴，然后反方向把围笼拆了，不过可惜没有拆掉。还好反应是很快，但是佩佩一个头铁直接过来平地刀。是的，这一波三层猴没有废掉围笼的话是很亏的，更何况他是交了技能，再加上飞轮以后都没能够规避掉。对，这边是直接通缉到了赤红，而且这一波是选择安排赤红过来救的。是的，这佩佩反应很快，想拿一个震慑刀，不过很可惜没有拿到。 一个魔术棒卡位，赤红也是想着在椅子面前多拖一点淘汰进度。哇，其实佩佩这边已经是觉得你下板可能就要翻，对，他已经是想要去打到这波震慑。是的，这一波震慑的话，那可就真炸了，因为当时他是1/4的状态。这里还是想去先插一个窥视者。因为一会儿魔术师可能还是要起一下墓地的这台密码机的。是的。 而且魔术师这个状态的话，对于佩佩来讲，下一波去续节奏会很好续啊。他只剩下1/4的状态了。我们可以看到宁次是没有选择往这边靠，那下一波应该是由阿策的木偶师来进行一波救援，但是又被通缉到了，谁救通缉谁？还好他是在2楼这个位置啊，不太好被拦截。但是的话可以绕下来。密码机来看的话，第4台、第5台都在破影，但可能还是会差一点，因为磁铁这边的道具不是特别多了，飞轮也还没好。是的，可能下来之后，整体能够去牵制的时间并不会特别多。先交1层猴，这个围笼是很大的，不过这里没有打算继续牵制了，而是想着带离队友的一些遗产，导进一个比较难挂的角落。那边想要去调整一下赤红的状态。是。 但是因为赤红前面是掉成了1/4的状态嘛，这一波哪怕摸也只能把它摸到半状态，然后再去多摸的话，可能时间上就不太够了。因为佩佩是有意识的在存自己的窥视者啊，这波如果通缉正确的话，他是可以直接传送的。其实他也是大概知道范围是哪里的，因为2个人在那边嘛，肯定是。是的。那这里就一点一点的逼出阿策的状态，把他路易一点点逼出来。两边疯狂的互相钻。反正佩佩过来的时候，其实运力还是挺多的。是，但下一波如果再交一个围笼的话，密码机感觉还是不太够。因为刚刚有一波调整嘛，然后打乱了他们去起密码机的节奏。现在只能说让赤红绕到 S 板去起最后的一台密码机。是的。 因为其实这边是一个2连击啊，红蝶河加墓地2台非常的近，所以如果佩佩想控制住这个3连的话，他必须考虑把人给往中间的一个位置靠，然后去打一个求生者的来回拉扯。我觉得他是可以主动压出去的，因为毕竟墓地这台密码机呢没有破译多少，红蝶河那台破译的会多一点。 直接过来去赶一下这台比较多的，但是佩佩的愿力值不是特别多。这个大围笼放出来的话，赤红有2个魔术棒，看一下有没有牵制的机会。一个魔术棒先顶一刀，给让自己一点小加速。那这个8字走位的话，可能有机会拿刀了。哎呦，刚好笼子消失。那这样的话，其实外围的那台已经是起了1半左右的进度。是。但是对于佩佩来讲，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 看下来，魔术师是没有带光反照，所以他开门战呢还有一个打针对的机会。这边的这个围笼有点不太好去拿刀了，是的，因为中间叫的交互有点太多。来回的一个8字走位还是没能拿到这一刀。
就看下一个尾龙吧。哦呦，哎，但是还是有过板，差一点点。但是密码机虽然够了，不过也没有回光返照，所以只能强行开了。大副以及莫尔斯其实这2个角色呢都是有开门战支撑能力的。大副有2个怀表，莫尔斯是满状态。看一下佩佩的选择是直接传送，找到了0次的大副，然后再去找一下中场的阿策。他知道会有人卡在中场去救援的。阿策的位置是马上到学校门了。是的，不过阿策其实也没有说贴的特别近，所以佩佩这里想要再过来去找一下0次。哎呦，但是表还有一段好像也摇到了。那这个位置再干扰一下，手上的愿力值还够啊。佩佩感受到这里的耳鸣，要直接打椅子的一个尾龙了。打过来，怎么说没有立刻出刀，因为魔术师的一个被动，还是处在隐身状态下的。他现在想留阿策吗？想留阿策的话，阿策还能再释放一次路易，废掉你一个尾龙啊。不过是被平地刀逼出了一个路易。但这样的话，其实赤红那边是已经可以往墓地门去转了。是的，毕竟那边也没有传送可以再去拦，这个围龙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好像也不太好靠过去了。地窖的位置我们是在中场，是在中场，但挽留的时间还有40秒。不过莫尔斯那边其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对，佩佩只需要把人给架住就行了。那最终双方在第1局的上半场是完成了一个平局。这个阵容来讲，守墓人我是可以追的，然后多的一些陶片附身。是，就看一下年姐那边去怎么选择他的追击目标。14人的话是选择先往甲门的方向拉，然后本体从中场过。那这个地方再往前看，守墓人已经从2楼跳下来，他也知道自己有可能会成为突破口啊，所以并没有待在原地。这里看了一下，守墓人是往双11 S 版的方向去转了，那只能把14人拉到墓地去稍微附身一下求生者。第一目标并不想追机械啊，反而是守墓人这里绕了一圈回来以后，还是被找到了附身的机会。来追一下猫猫，是的，猫猫身上的侵蚀值是58，第一波的异族本上没有躲掉，60。但是用钻石的话，拉开的距离还是蛮远的。不过猫猫是有意识的在回头看啊，它是身上的侵蚀值从58一直看到60多，然后被年景用本体的异族本相给叠到了100的一个侵蚀值。是的，那这一刀给的就有点亏了。前期的话，因为他是每个人都干扰了一轮，所以密码机相对来说并没有说有那么快。是，现在年景手上是有闪现的，猫猫接下来就它的生存空间就很小了。得去考虑这个闪现怎么躲，因为接下来一波附身呢会把你给架在里面，让你只能往外牵制。对，这里的话闪现过来，直接打倒，这个击倒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哎，这个陶片的覆盖范围其实让猫猫那边有点不太舒服。对，你往外转的话是大空地，里面的话又被架着那个板子。是的，里面又不能下到那个板子去，因为那边会叠加很多的侵蚀值。所以直接闪现过来拿到了那一刀，那这个节奏其实还是比较快的。这地方守墓人的铲子被打断了，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危险的。年景也知道你现在铲子在 CD， 看一下他这波手椅怎么操作。没有打算先打一刀，而是准备到以前来博弈这个侵蚀值了。震颤出来，打断一波，再附身，来得及掏吗？掏了下来，直接救下来了。的，这里年景是想考虑来个 A 晕 A 的，不过猫猫这一波反向云门是。而且把飞轮也交了。对，他本来是已经到窗内方向了。如果说他选择，先看这边侵蚀值叠满了，但是因为小鱼提前下板，所以也拿不到这一刀。是，那这波的话，其实救援还是比较赚的，因为你当时是在外围，已经是铲子被打断了嘛。其实刚才猫猫如果说是选择往窗户的方向去云门，它还有一个飞轮是有机会能够到窗户的。是的，结果他是反向过来吃到那刀之后，还把飞轮也交了，感觉就很亏。是的，是的，这样的话自己也彻底没有了第三次牵制的机会。那我们再看一下穷者下一波救援是准备让莫尔斯靠过来，莫尔斯救人还是比较稳的，他的路易可以抵消不少的伤害。一波附身也是选择直接打梦露的路易顶到了这一刀。
现在猫猫也只能继续留在墓地里面牵制了，但是最后一台遗产也刚好在墓地这边，年景应该是要考虑先去附身一下了。这样的话，墓地内能牵制的范围就更小了。这的话，全部都被陶片覆盖了。是。那这样的话，墓地那台感觉就不太好去修了。外面穷者也是新开了一台，所以猫猫要被挂飞了。接下来就看年景的第2波节奏续的如何。因为穷者其实遗产还是蛮多的，墓地里面这台应该是40左右的遗产，外面那台85的不太能管得住。但墓地那台好像听着挺响的。哦。看一下到底是多少的。对，那可能是2楼的是。墓地的是80多的。对，那墓地的管不住了，他现在就想管楼上的那台密码机了。这里想用10具去顶掉侵蚀值。其实外面的话差半台左右，对，密码机离得也是比较开，刚好还有台2楼密码机。不过2楼的是少的，独栋这边的是多的密码机。先过来覆盖一下，把机械玩偶给赶走。年景传到独栋这边，应该想处理一下这边的机械玩偶。但是梦露这个状态，如果在2楼破译的话，给到一个附身可能就会出问题了，除非你提前去交出这个路易。这边机械玩偶还在牵制。守墓人也过来了，要给这台密码机压力。现在对年景来讲，手上是没有闪现的，不过他可以这2台密码机来回控。就看一下密码机如果抖动的话，他再传过去。这一波应该想传楼上的，传错陶片了。但这样的话，梦露再次上楼还是会被逼出自己的路易啊。但身位来说，其实还是挺远的。对，想卡一下红光，传过来，这一波是有2阶的，直接拿到了小鱼1刀。这台密码机边上2个陶片，应该是不太好拆掉了。是的。现在2楼其实也不着急修。而且神坠这边爆无压了，年景是可以确定到他的一个位置的。不过刚刚的话是安排了守墓人那边去独栋里面骑一会儿，到了点年景过来这边之后，他是选择了往独栋那边转。但这里小鱼84的侵蚀值非常危险啊，本体跟上是有机会能够从土里吼出来的，所以小鱼也是提前一个震颤，把自己拉到板间，看一下一个慢翻有没有机会博弈到呢？这一波倒地的话，求生者节奏就会有点危险了。不过现在的话已经在修2楼的那台。那神坠其实修得很慢啊，现在。是的，而且神坠身上侵蚀值很高啊，这边要飞轮进板，不然会给到平底刀的机会。本体吼可以，这波他都没有博弈到。板区博弈的比较成功啊，如果这边给到1刀的话，其实求生者就会比较难受了，因为他们接下来破译遗产的人都会成为半状态。神坠主动把侵蚀值给看满。然后抵消掉这一次侵蚀值。是的，所以年景那边只能说先去独栋外面再改一下。是，被逼着传到独栋来处理一下木偶师。现在就等楼上机械师的附身好了，继续尝试追他。手上闪现其实是已经好了，看一下年景要不要利用这一波闪现的机会去偷袭开1刀。但是过来的话是直接拿到了神坠的这一刀，其实目前的状态真的有点危险呢，而且神坠那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错。你慢慢这一波打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不用太着急啊。是，甚至小鱼那边一直也没有教自己的绝处逢生啊，是让队友去摸他的，闪现先把机械师打倒。那现在这个节奏，感觉年景要把场子控下来了。他只要挂上守墓人在外头，但是你不一定敢破译的。放了下来，选择再次消耗机械师这边的一个绝处逢生。木偶师现在的话是在2楼抢，但是2楼这台是相对来说会少一点点的。没错。然后本体一直跟着守墓人，去逼他，让他离密码机远一点。本体吼尝试一下，96的侵蚀值，年景还是不太好处理守墓人啊，没有机会拿刀。只能被迫过来管木偶师了。如果再不过来的话，这台密码机可能马上就压好了。但是年景的医生没有在独栋那台密码机边上，得赶紧调回去，不然一会儿守墓人就把密码机给偷开了。
守门人又，这里是用诗句，莫尔斯用诗句顶掉了一波新石值，传送过来想打断这个铲子，虽然没打断，但是还是跌到了100。但是密码机的话，其实现在快了，能举起来吗？99，刚好举起来的一瞬间通电了。对于密码机的判断有一点点失误，但是也没办法了，既然已经通电了，就准备开门战嘛。这波开门战至少年景是手上还没有闪现，只有一个2阶的侵蚀传送。不过对面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逃骗的。对，想平地追倒莫尔斯的话还是比较难。这里先附身一下，顺便看一下机械师本体的一个位置，直接传过来，然后再把医生留在那边。这里有一个飞轮操作的机会，但是还是被打倒了。是的。现在神罪是没有自己的绝处逢生的，莫尔斯那个位置附身的 CD 还有几秒钟，这个门应该是点不太开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他强行用路易去扛一波呢？感觉也有点，好像也来不太及，也差的有点多。对。如果你说你80、90的，可能还能再抢一下。是的。但是60多的话，确实有点不太够。看一下，想用石具顶，石具成功的顶掉了一口异族本相。那先传回去假门等吗？他这里是不确定机械师有没有绝处逢生的。主要求稳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过来先管一下。管一下机械师。而且他也是知道莫尔斯的落点在哪里的嘛。是。这里先把机械师挂了，然后再用伊斯人去排一下梦露的位置。梦露这个地方闪现有机会直接被打倒啊！看一下，已经排到位置了。不过年景那边也没有着急，就在等自己的一个附身 CD， 传过来也能拉近比较多的身位，挽留还有10几秒。怎么说？一个闪现，直接击倒。那第一局的话是年景这边我的选择的时候是选择搬掉了。小木屋追击也有机会啊，他们能不能倒一些比较好的位置，让前锋能边 OB 边牵制？过来直接找零次。是的，零次第一波是直接交了一个喷气背包啊，不过还是被上到了惊吓标记。佩佩也是很果断的，第2段也没有释放，而是卡着狩猎本能继续追击。不过零次的话，他是除了化险为夷，还多带了一个膝跳反射。没错。但是牵制到了海边的话，零次是有一个机会利用自己的一个悬停加喷射上甲板的，但他没有选择靠到那个方向再去上甲板，而是交了这个悬停转入下一个板区，废掉你的双人惊喜。身上挂了2个惊吓标记，只差一个干冰舞台的。刚刚如果他不交悬停的话，其实可能就要吃刀了。是的。所以没有办法去调整点位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反走躲掉了白色的舞台，干冰舞台，续出来了这个飞行器。是的，而且第2段之间还扭了一下头，再躲，上到了。是的，用了3个双重惊喜才拿到了这波伤害。前面可以翻窗，想用年头舞台引爆这伤害，但零次也很稳啊，他牵制喧嚣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他刚刚有一个翻窗的加速，对，所以导致说年景佩佩的那个范围判断稍微有点小失误。是的。这里一个窥视者，那最终双重惊喜还是把人给架住了。虽然有耳鸣，但是前锋也没有过来 OB。这把磁铁携带的是纯化险为夷这么一个天赋啊，那么他想 OB 的话，压力就会大很多。看一下赤红那边，是翻了2次箱子啊，手上的心愿包裹还没有使用，好像是携带着枪过来了。但这波其实后面阿策也来了。这一波是3个穷者全部出动啊，只有一个机械玩偶在进行破译。不过零次这里的走位还是比较秀的。顺便过来去找一下磁铁。没错，磁铁交的球不是很多，还是要被上到一个惊吓标记。但他也不能再交太多了，再交太多的话，你后面就完全没道具进行 OB 了。走了过来，是蹲在了密码机边上。那这里再稍微浪费一下佩佩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娃娃的进度本身也不是特别多了。求生的密码机是已经来到了3台，第4台、第5台也开始破译。是，加上机械玩偶的话，刚刚已经是负责把双十的这台修开了。对，所以就非常能接受。磁铁这一波把人给救下来，稍微辅助一下是有机会私人开门战的。
但问题还是在于林次他没有携带回光返照。对，3/4的球确实感觉能够去博弈一下，而且你要加上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对，感觉密码机差的不是很多，是的，应该只差个小半的。这里想拉球到椅子面前，那直接被引爆了伤害，能来及逃吗？想躲了一下，还是成功救了下来。但是飞行家这边能不能撑住？再撑上2颗球，绕场谢幕以后，焰火舞台上不到金沙标记了，好像卡这个位置能卡吗？没卡住，那赶紧换个地方，离椅子远一点，让磁铁再吓唬他一下。是的，因为其实密码机只差个小半台。是的，空中飞人跳过来，磁铁一波翻，双惊喜马上好了，磁铁是赶紧告辞，因为他知道自己再被引爆伤害的话，被续上节奏，又要出动人来救，可能就更夜长梦多了。其实现在挂上飞行家，我们看到密码机只差最后的20%。传送，看一下他传的是海边，因为传下的密码机刚好开掉了。对佩佩来讲，现在有没有机会把幻灯师给留在海边呢？想用焰火舞台烫一下这个形状投影，感觉，但是很可惜还是慢了一点。这一波是烫到了，这一波阿策没有办法拉回自己的形状投影。不过佩佩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让幸运儿那边赶紧过去补了。是。海边补上了，在抖动了。佩佩好像不想回头了，因为他觉得回头有可能密码机也会够，所以想针对脸上的阿策打。这样的话，你一会儿开门战，你肯定是没技能的。是的，而且直接开掉。求生者点的是小门，这把佩佩并没有携带挽留啊，对他们来讲3个人有枪啊。感觉这把真的是有机会3跑了，赶紧先去管一下磁铁那边的门，不然一会儿幸运儿带着枪过来，3个人都是要走掉的。这个门他有点太强开啊，可以强开，开掉了，前锋。一波伤害，卡位卡住了，直接一波拉球，被燃烧烫掉了，沉默住了。但是求生者一定会打这个门，用什么？还有枪，把信号枪打了下来，这把求生者有机会完成3跑。佩佩并没有想到求生者还有一个 OB 道具，也是有能够去应对时间，一个说比较常规的阵容。是的，而且牛仔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场了。这边是直接选择往小木屋去啊。看了一眼，然后又回头了。不过他前期闪现没好的时候，追击能力会比较弱，应该就是先控场，让求生者没有那么快能够碰到密码机，逼你们去跑图走位。年景这里再把小说家赶一赶，然后再赶一赶前锋，等于前期反正就让你们每个人都有几秒钟破译不了。这一波交了击球点，应该是要冲着猫猫去了。是的，也贴过来。猫猫的牛仔，这把携带的是双弹加飞轮，一波钩子直接勾进板，一波鞭子直接勾进板，从上面跳。年景也知道你这一个小跳点，没有尝试抽刀？是的，但这里的话不太敢翻了，一个反勾。是，这一刀拿的还是比较快的，一个击球点出传。那一会儿闪现好了之后，可能就不太好去牵制了。是的，现在闪现已经好了，对猫猫来讲又是一波反向勾，不过没有跳出去啊。那这里的话落地不就倒了吗？那这个倒地速度非常之快啊，甚至闪现主球什么的都没有交，因为他牵制的位置其实不算特别好，他没有在那种长板区可以利用自己的膝跳反射来规避掉年景的一个惯性。就年景的惯性出来了，他必须要交道具才行。一个小陀螺拉球也是被年景防到了，手上闪现还在，怎么说主球先关一手，但是还是救下来了。对的。其实这波救援已经是挺极限的了。对的，对的。当时如果说他闪现过去，感觉甚至有机会能不能打断一下这个救援。不过年景还是为了求稳嘛，把闪现给留在手上。这里猫猫也是直接倒到了海边，但是求生者前锋那台密码机一直在被回退啊，就导致现在2挂的牛仔，但是求生者的密码机也只有2台。从这个节奏来看啊，目前求生者需要出现一点转机，才有机会能够完成3跑了。而且这个转机还得特别大才行。是。现在已经是在外围去调整小于前锋的状态。必须要把猫猫给保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保的。主球交了以后，这里是选择用救援奥飞去帮忙救援。落地，前锋又拉球了。但这波的话其实是一个螺旋撞晕，而且交了差不多1半的球。成功撞晕，但是其实对于台球手来讲，你就算撞晕了，效果不是特别大。他的一个位移能力太强了，一个主球封板夹到了。这里想再帮忙尝试主球去
就是他想拉球去吃掉这个主球，但小玉来的还是比较慢了，这波配合没有打起来。那现在猫猫要被挂飞，接下去续节奏的话，年景闪现还在，可以续很多人的节奏。闪现直接过来想跟前锋，而且你刚刚的话，其实橄榄球已经交的差不多了。对，你道具应该是快没了。这里再来一个主球，能不能关到？哦呦，一个飞轮规避的很好，再拐一手，刚好被模型架住了。梦露这一波走不了，那已经控到了3个人的状态，他们3个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现在密码机也还差2台多。对，而且中场这台83的又要被回退一波啊，非常难受。又变成68了。现在年景就是只要等下一波主球的 CD， 不过他手上的击球点比较少啊。看一下梦露有没有机会规避掉这个主球。其实只要听到主球的声音，然后跟他进行一个隐喻的换位，应该就可以躲掉这个主球了。年景这也在等自己的击球点，没有第一时间交。怎么说？击球点够了，要不要拉回去封住这个板？还真封住了，再拐一手拐回来。但是这里的话，还是会被击倒，而且场上密码机其实还是差1台。是的，年景这边把人给挂上以后，求生者还得再补1台80多的遗产，然后还得分1个人过来救援，现在压力非常大了。知道你中场在破亿，年景是直接压出来，压到中场。小鱼这边密码机强行开不了，只能先走。手上的主球还在，看一下这一波能否直接用主球处理掉前锋，夹住板，然后逼回来平地刀打倒。不过那边的话，其实神坠已经是贴到了椅子边上，没错，救是能救，但是怎么活呢？是的，而且梦露那边也被卡半救了下来。年景觉得先把中场这台给回退一点吧，把前锋挂在中场也可以无限的去消耗你们的密码机。再次回退一波。那现在求生者外面也没有去调整啊，这一波回退完以后，中场这台密码机更是没有机会开了。这台机从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被各种回退。前锋的第1台一直破译不了。这里想用奥飞帮小说家扛刀，也没有成功扛到。那2个人的话，其实都是倒在椅子边上，而且现在神坠自己也很危险啊。对的，而且神坠被抓到了，那3个人都要倒地了，奥飞也没法释放出来扛刀。小鱼是原地进行了一个行为啊，这里再把梦露挂上，年景也给出了回应。我也跟你转，但我该挂还是要挂你。哎，那边还有一个小陀螺，都转起来了，转起来了。回应一下，是回应，2人转。但是转归转，哦，这个神花我还是要收下。的话是牵着去海边的地窖。哎，好像还真是转出效果了，说是。神队也笑了，神队不敢相信。还有这好事。真让他们给成功的对。不过对于双方来讲，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嘛。因为其实对于年景来说，这一把他留2个和留3个、留4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把这一把比赛的大分给拿下。是的，那最终的话是神坠跳了这个地窖。单手角色的那个熟练度了，前几个为荣，你给架住，架在板区之间。前期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击倒。那看一下这把小谎言是直接冲着 PP 去。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去逼掉一个怀表，应该想逼个表，然后再换节奏。他这里甚至连围龙都不想交啊！你看他围龙都不想交，但是表也没逼出来。PP 是顶住了这一波压力。小谎言逛了一下，觉得弓箭手有可能去木屋，不过木屋没有在抖动。他现在知道了弓箭手就在海边进行一个破译，所以想要过来找一下海边的秒牌。是。看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板子还是挺多的。一个后撤壁弩，但是并没有命中，这一箭必须射中核心。哎呦，疯了！那现在手上完全没有道具，他预判了一波，第一个围龙居然被平地废掉了。往海边走，道具 CD 马上好，还有1秒钟可以射后撤壁弩。这一箭，哎呦，是后撤壁弩的同时持刀了。哎，其实第一波我觉得秒盘那边已经是小赚一下了。那但是围龙没有封到，平地刀被钻走了。要闪吗？
没有交，这一波拉扯反而是废掉了2个笼子，小谎言很亏。跳的位置不是特别舒服。是的，要不先平地拿一刀，要等这个围龙吗？再等，哇，直接走位扭掉了这一剑。感觉今天秒牌的话，可能弓箭手的手感上面还没有上来。对，还没有完全找到手感。但是，毕竟你跟监管者离这么近的位置，确实也是会比较着急吧？对，一般来说其实是在空地里面进行博弈会比较多。现在大副过来救，提前交表，这样的话也能卡一个比较多的淘汰进度。想远远的去放个围龙，但这样的话，大副利用时间差直接无伤掏了下来。而且这边是一个放龙刀出现了小问题，大副并没有被打成半状态啊，而是只掉了1/4。现在的话，密码机是3台半左右。是的。但因为你追击的本身就是弓箭手，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去把这个弓箭手保下来。没错。你撑死了，就是说你可能压满之后再过来开一个化险为夷。对的。而且冲击到了木偶师。木偶师是去破译船下的密码机啊，他那台是一台全新的。这波是周垮的魔术师过来救，不过这里的话其实会被逼得比较早一点。对的。这波小谎言没有跟过去打，如果在外面打的话是有点机会能够救不下来的。但是他在椅子面前只打了1/4的状态。看一下这个围龙，哎呦，又躲掉了，连续3波龙骨弓，完全没能拿到刀。哎，但飞轮的话还是没有顶到这一刀。是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那在开门战之前，小谎言可以挂飞秒牌，就看下一波的通缉。但是还好的是，其实他们外面的状态都还算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救援其实做得非常好啊，每个人都是只掉了1/4的状态。对于小谎言来讲，他是就算通缉到了，哎呦，还甚至通缉的是一个满状态的木偶师。他其实就算通缉到2波救人位，2个来救人的，他也不一定有机会快速击倒。这里看到交路易了，选择直接打，但是外面新起的一台密码机也已经有60的进度了。这里 Yuki 应该是能通过自己的路易去成功的化解掉小谎言的这波追击。是，而且 Yuki 的话本身是有带一手回光返照的，其实外面没有的话就只有这个魔术师。是，但是他是隐藏在外面破译了，现在。一个慢翻翻了过来，再逼出一个路易，但其实对小谎言来说，他的愿力值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愿力值不太够了，感觉开门战得多存一点。求生者其实可以考虑等贴到了门以后直接通电的，这样的话 Yuki 在开门战还能吃2次伤害。那边大副是贴门了，小谎言被迫要去管大副。但是大副的话，其实手上也还有一个表。这边想尝试蒙一下，能不能蒙出来呢？并没能打到。哎呦，2段表也摇到了。现在小谎言必须要躲掉3段表，然后击倒大副以后再传送去拦。刚才的木偶师其实已经是很多了。是的，但其实你想拦木偶师，他也不太能拦得住。说实话，因为木偶师他是满状态，你到了门口以后，你该让他走门，你还是得让他走门。甚至说现在其实还是没能处理掉这个大副。是，现在就只能把大副给架在这个海边小屋了。哎，选择切了一手巡视者，非常的稳。因为对于他来说，也是知道你那边小门肯定是已经开了，他已经不太能够拦到了，所以选择只留大副一个。那最稳的就是切个巡视者。是的，及时止损嘛。这样的话，把大副留下，双方特别好突破。可能的起飞点都是能够看一下他们队内是怎么分布的。没错。这把的话，它是纯化险为夷的气象。哇，手上已经捏了一个陈云了，而且贺神也已经赶到了大船上，直接进入追击。这样的话，牵制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压力。前面没有选择往下面跳，然后再陈云上来啊！哎，这一波是什么情况？其实正常来讲，这样的话，你下去差不多就要倒了呀。对，他这边应该是陈云的高度不够，陈云的高度不够，被这个往大门下面的这个栏杆给拦住了，所以他被迫回来了。
但回来之后的一个落点其实也是不太好，而且他落点了之后，他往那个地方一跳，基本就是没有牵制的可能性了，你连搏短板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你吃一刀往这一块短板去转，起码还有一些博弈的空间，也跟这个，就算你博弈失败了，可能也跟现在差不多。对你其实正常来打其他监管的话，你是从海边的那个下面左边的缺口跳下去嘛，然后再一个高层云飞上来。但是你打歌剧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回溯上来，所以对于气象来讲，你打歌剧最好的套路是什么？就是你刚才到大船上面右边那个窗户，直接飞大门甲板，这样的话歌剧它是没有办法快速跟你拉近身位的。而且这里看一下来救援的狮子，第2段表摇到了，位置被逼得很难受，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队友帮忙救。好像暂时没有其他队友来，第3段表也摇出来。在这里一刀拿到，手上闪现还在，贺神有没有机会拦截？5秒钟马上过去，撕裂源效果也要结束了，手上有闪现，能够接下来。是的，很可惜他的隐跃并没有成功的跳过去啊，想来一个回溯。想摊一个狮子的双倒也没摊到。是的，白子手上还有个强风，哦呦，吃刀的一瞬间交出的这个强风，那这一波2-6的机会也没有了。前面是卡满了旧的这个气象啊，现在2台密码机2台半都不到就要被挂飞了。这一把的开局节奏属实是有点差，就看下一波大副那边有没有去跟队友找机会调整吧。通缉到了半状态的大副，手上是有闪现的，贺神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而是往海边想去突破其他人，这样的话节奏会更好一些吗？但是海边这一手提前预判并没有堵到奈仔啊，他觉得奈仔会提前拉去小木屋。不过奈仔那边其实是稍微压了一下，躲了一下，是看一下贺神能不能发现。应该是意识到了，他没有管大副，唯一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你大副半状态嘛，我现在先把别人给打倒上移了，那么我一会儿节奏就更好。不然的话，我把大副打倒了，他又耐做，然后外面2个满状态都能来救大副。是。不过这波的话，其实密码机也是来到了3台半左右。是的，其实节奏对于贺神来说还是非常充裕的，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追击。但是这边断影了，下一波应该可以直接打倒木偶师。但是他现在倒的这个位置其实离各个遗产都挺远的。然后是抽刀直接闪现过来，但这波其实对于木偶师来说，能够把这个闪现逼掉，我觉得还是蛮赚的。如果说你这个闪现抽不出来，一会儿你挂了，我就直接传遗产了。没错，而且这把求生者也确实是携带了3个化险为夷啊。磊磊从双11的方向来卡着，前面应该点亮的时候，贺神是知道自己双11的密码机亮了，这一波直接找到了魔术师，先交一个魔术棒，让自己有点小移速加成。但是现在其实离的还是比较远的。不过这里隐跃又断了，看一下找机会回溯，但是还是把人给架在窗口。这里我觉得不打也行，尝试卡位有没有机会卡过半啊？但是何才选择直接出刀，肯定还是能救的。对，他是出刀受伤加速加魔术棒加速以后，卡半救了下来。那这里贺神要考虑继续追击木偶师。当时魔术师其实已经暴露了自己没有回光返照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贺神下一波如果传送好了，是有机会去传送拦截这个半状态压密码机的魔术师的。再过来去挂一下奈仔。是的，然后大船上的密码机通电，这一波30秒好了，密码机感觉会差一点。传送还有25秒，贺神现在提前去拦截大副也行，等传送也行。对他来讲，魔术师是暴露过没回光返照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打得更激进、更大胆一点。是，而且知道你密码机在晃，你这边已经起了耳鸣。其实我觉得他要不就快速处理一下。对，这边表交了，其实能不能打倒呢？能不能？哎呦，差一点点。又给到了一个狮子。但这里其实身位已经是有了，不过其实密码机也压好了。感觉要强行通电了，感觉要强行通电，不然的话移速不够，狮子不敢往椅子面前靠，因为撕裂源结束了。这一波逼出了传送以后，如果狮子能够在双11多牵制一会儿，那其实还是有机会能让磊磊去跑一个门的。对，但这里的话其实板子已经没了，只能去玩窗，不过骗到了一波回速。是的，但是狮子这边应该是要倒了。一刀，一个人皇步还在折，连续空2到3刀。哎呦，这是怎么操作的呀？但是磊磊那边交了一个魔术棒在往门口靠，这一波点门不一定来得及啊，因为脸上就是一个椅子，可以直接挂到中场再赶过去。磊磊也判断了一下，觉得这个门点不开，
但是如果说他不硬点的话，其实后面其实也没办法走啊。是的，因为对贺神来讲，离得近的门只有大门啊，他不可能说赶到小门去查看。是的，而且我往这边一排，如果说起了耳鸣之后，我肯定是会一直排的。不过他贴边的话是没有起到这个耳鸣。他排的是大船，那这一波被磊磊给骗到了，磊磊走到了最里面，脱掉了这个耳鸣，贺神就以为人去了小门。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点时间应该是足够让磊磊把门给点开，并且出门的。是的，这波的话其实耳鸣卡的还是非常的精确的。是的，哎，这就是排点不仔细啊，结果2行泪。贺神这一波就因为没有多走2步而错失了自己的一个4抓对，其实他大门那个耳鸣范围没有排干净。是。那最终的话是磊磊这边能够得牵制成什么样这个阵容？哦，在3年这么一个位置。 肯定是有练的。是，这开局也是跟我们想的一样，直接进了大房去找一下星娥，但是耳鸣好像都拉掉了，绕到了中场，看到了石子，这里想要过来管一下，没有考虑直接打吴那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耐宰的先知，这2人都能追。是的，他反正就是想着先攒一攒嘛，先攒攒愿力。好，平地先交一个护腕。哎，这里直接一刀，并没有拿到一个护腕弹走。那这样的话，这个围龙应该是能掉了。是。但是一个围龙，3个护腕这样换。哦呦，好快的一刀！那现在3个护腕全掉了，贺神手上还有愿力值，去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封住板，封到了，给上了一只鸟。但是现在围龙还在啊，钻了过来。 看一下，哎呦，这个围龙持续拿了2刀，而且鸟的跟护腕都没了。对，这一把其实贺神带的是一手失常。那我现在往先知那个方向挂，先知那密码机没了呀。对的，现在挂上以后，直接交一个超远的围龙，就把耐宰的那台密码机给踢了吧？是的。还是怎么说？他想去踢灯笼门也行，因为磊磊的话其实磊磊那台也有。是，哇，踢完直接回去，光速上班，光速下班。 我像还看到了磊磊的脚印，但这里是选择让耐宰绕过来救援。这样的话你2个人相当于都跑了。是，而且耽误耐宰那边。而且咒术等于是前期挂机了，这里先拿一刀。现在想让磊磊直接过来陪跑。没错，只需要能够陪跑的话，佣兵是不可能能有第2波牵制的。对，能够垫下来的话，其实还是有点说法。毕竟你垫下来一次呢，就得浪费一个围龙40点的一个愿力值。而且佣兵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小搏命，对，所以也能再拖点时间。 那这里贺神也很谨慎啊，他在等自己的一个愿力值。那现在就看磊磊的 OB 能不能起效果了。他们来了一个倒小房上面的位置，这个地方你要下去，大概率还是走前面的缺口跳啊。如果跳下去的话是，哎，反走了一波，但还是会被电。不过反应很快啊，放了下来。看一下两边哪边有椅子。放下的话牵远就行了。是的。 贺神这一波落地以后，立刻点了放啊，是躲掉了磊磊的这一波 OB。那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我们来看一下，是2台半左右，一刀直接打到了咒术，这一波是可以救下来的，就看一下能不能针对到佣兵，打到了佣兵。是的，磊磊这一边也携带一种化险为夷啊，可以帮助队友多拖一点时间。但现在的话，其实可能还是得帮一下。就看他们这一轮选择在哪个位置进行 OB 了。想要在板间这里。对，那卡这个板的话，我觉得贺神其实可以考虑一些兴奋。如果说确实很烦的话。是的，想让幸运儿拖到带把枪过来。直接切闪。哎，不过白纸那边的话，其实是带了一把枪，想要过来把狮子那边打下来，但这样可以交一个。哎，这里是一个护腕，想弹过来拆龙子，可能或者是想直接弹出围龙外。我觉得他是想要在你交之前先弹出来围龙外，然后再去交这把枪。是的。但是贺神那边还是反应更快一点。过来了。直接用围龙把你给关住，那这一波攻势完全被化解了。而且你咒术师现在还在椅子上面。是的。 一会儿我又不一定要去硬追这个咒术师，没错，直接去抓这个幸运儿就好了，或者直接去抓外面半状态的先知也可以。就对他来讲，有很多种打法都可以使用。飞轮看一下，想再拖一下这个淘汰进度。后撤跃龙，白子这里还是没有选择交，没有选择交信号枪，还想再省一下道具，就看他交的时机。
现在2个人被架在脸上啊，其实对于穷者密码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一波得交了，交出了枪，让自己能够多化解掉一个围龙。哎，但是这波这个走位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去接着有下一波牵制了。哎呦，这波围龙下完板以后被架回来了。那其实还是直接续上下一波节奏，而且现在咒术跟先知也是半状态。是的，已经没有人能够去过来给压力了。没错，把人给挂上，然后选择挂远一点，防止一会儿咒术贴过来直接就3层侯救援。他现在就担心咒术这个3层侯救援了。越往外面拦呢，其实对于鹤神来说是越好的，能够提前拦住这个地方。你就算交了3层侯，其实是不太好去进行救援的。但磊磊选择交的是1层。那边看一下，应该是队友帮忙救援了。哎，现在也还在脸上，对，刚投到我脸上来，一个精准的后撤跃龙，再次打倒。那这边鹤神要完成4抓了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下半局对于 AR 来说，求生者只要跑1个就行。那我那些什么先知啊，那个机械师啊、入殓师啊，都可以拿出来了。没错。我感觉这一把还是失误的会有点多，而且这个阵容是怎么想的呢？可能是远程想处理他，有空中先处理前锋，那一会儿的话就没有人是不太一样的。是求生者只要跑1，监望者得4。那选择开局先往Joker这边的杂技拐。没错，杂技其实是不太好牵制喧嚣的，前面交了一个白球，来到窗边。那身上的话是挂着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是的，这一波上楼梯的话，这块板子是可以下的。但下板前是多上了一个干冰舞台的。那相当于是第一波直接上到了2个，那可能整个牵制的压力会有点大。是的，哇，交一个直接打到了，很精准的预判到了位置啊！这双重惊喜是预判了你落点的位置交的。那现在 Joker 只能继续去绕那个窗户了。张狂响了，有空中飞人，但是没有交。前面可以再触发一下自己的板弹，拉开一点身位。那这颗粘土球怎么交呢？想再去翻窗，超远距离，但是没有翻过去。这个点位直接被卡住，看一下前锋好像来了，拉球了，准备完成一波撞救。直接撞救，保证自己的状态，同时呢，也可以让杂技稍微拉开一点身位。不过撞救的话，因为你亏淘汰进度条，而且前锋还没有化险为夷，是的，感觉这一波可能不太舒服。不过这个双重惊喜释放的位置不是特别好啊，预判往上走也没有走，这个楼梯上。看一下这波前锋能不能帮一下？对的。那你这个感觉不太好去 OB 了。直接交球，而且它是有耐受力的，你举到下面来以后再撞到的话，不一定能够撞晕。又上来了吗？一个小陀螺上来了。经常见小丑拉楼梯，很少见前锋拉楼梯啊！这个位置再次把 Joker 给打倒 ，PP 还是在旁边给压力啊。但是我们看到场上密码机其实是2台半撞到了一波，我觉得已经是很赚了。下一波求生者这边只有迅儿有一个化险为夷，而且成功通缉到了迅儿。看一下秒牌那边要怎么安排了。因为其实他现在的话 ，PP 也在附近给压力，秒牌现在还在远端，并没有选择去过来。没错，感觉这波他们可能还是考虑到说让别人过来。Yuki 来了 ，Yuki 从后面偷袭了，这里泪水被一个小陀螺给撞到了墙上，人已经被掏了下来。是的，而且他上球处理这个前锋，是的，人都已经被掏了。他有移形，他有移形，没那么害怕。那你这个时候交移形，我觉得对球他脚印认错了，可以接受。他脚印认错，他以为那边是 Yuki， 但其实这里才是 Yuki。那左边的脚印还能是谁呢？泪水。你只有2个脚印啊。还想去处理 Yuki 吗？他只有2个脚印，脸上这个是气象，那左边的脚印还能是谁啊？那你现在换抓，我完全可以接受啊。对。我那边赶紧去调状态。现在 Yuki 想躲这个干冰舞台，也没能成功，捏了一个强风，看一下能交出手吗？交不出，被沉默了，直接打倒。前锋那边也是跟队友进行了一波调整，回到了满状态。通缉到的是幸运儿 ，Joker 在花坛的位置破译，对，泪水直接选择传送。Joker 位置比较差，虽然说有一个
燃烧弹，但是不一定能够交出来。主要这一波的话，其实感觉杂技没有必要去硬抢这台花坛的密码机啊。是的，是的，他直接去找人调整，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减员啊。反而是这一波碰密码机给到了泪水很大的一个机会。是的，而且你因为手上是有一个气象的嘛，外面化险为都已经用光了。我感觉这波确实没有一个太大必要。是的，他去调完之后再过来去慢慢修也可以啊。对的，对的。慢慢打。他去找前锋摸啊，反正这一波救人也不需要前锋，也不需要杂技，他们只需要跑一个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这么拼的让杂技一个挂飞的人在外面进行破译的。是的，现在的话其实密码机还差2个半台。的，秒牌自己浇了香水翻过来，然后给自己触发一个受伤加速加庄园老友。那边气象师自己在调整状态。没错。利用这几个废窗继续牵制，但窗已经坏了一个了，现在只能触发一下板台，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躲掉这个双惊喜。前面的板台在，但是没有选择翻了。是的，还趁你一个后摇。小走位的拉扯，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密码机最后2台也只差一半了。空中飞人跳过来，这个秒牌还是没有打到，他在刀尖跳舞啊。给到了一个是打倒了，但是打倒了之后，其实外面花坛那台已经是修了很多了。没错，远程双惊喜非常的精准，命中了 Yuki 一颗惊吓标记，第2颗也命中了。这一波应该要先烫住，先黏住吧，沉默住，然后再跳过去绕转盘，直接打，让你没有机会交飞轮。现在中场这台密码机有可能要被 Yuki 给压住了。他倒地的话，压住中场，其实求生者会很难打了。是的，不过这边也是选择挂远小2楼那边去打一波手椅。他不去压那边也可以，因为星娥交了志气以后，你哪怕他敢碰中场的密码机，一个传送过去，同样还是压你遗产。是的，而且很快的已经发现了想要过来的前锋，星河那边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对的，现在直接碰，那我就直接传过来。是的，可惜前锋的球比较少，如果前锋这里能够帮忙撞一下的话，我觉得会争回一点节奏。但是现在星娥再次被上挂，前锋把气象给救了下来。这一把其实求生者感觉大势已去了，已经很难去争到跑一个的面了。看一下泪水这里能不能拦截到，好像有耳鸣，但是他没有往前继续探查，他还是想着优先压这台遗产。对他来讲，出击或者手椅都行。你手椅的话，星娥这边马上过半了，也是一个挂飞。是的，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发现了 Yuki 那边的位置，反正你只要没有人能把这个密码机修了就行。对，星娥过半了，看一下 Yuki 也放手了，但是 Yuki 过来是不可能救到的呀。他们就算 Yuki 倒在这边，泪水也不可能挂他了，也会直接把他给丢在地上。这一段跑图的时间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虽然说他就算在那边破译密码机也不会够就是了，得先拿了一刀，两个球继续上道。对的，秒牌这边其实也不太好走了，把星娥挂飞，前锋丢地上，泪水有无限多的时间可以去寻找 Yuki。但这一波的话，觉得求生者那边还是角色上面会有点失误吧。没错。因为我感觉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杂技才淘汰才对。是的。主要还是杂技暴露在外面太不应该了吧，给到了很大的机会。而且泪水这里很自信啊，把人挂上以后，2段空中飞人，一个双人惊喜直接指到了 Yuki。用传送卡一下红光，也成功找到了 Yuki。手上最后一个飞轮也不太好牵制了，地窖的位置在狮子楼，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这一波双惊喜成功上到了双球，骗出了飞轮，成功打倒。泪水是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韧性啊，在必须要完成4抓的情况下，又一次的拿到了4抓。感觉泪水已经是2天都是经历了这个对局，但是都完成了这个4。是的。这是冉镜特别大的优势。那这个位还是来到了终点站。秒牌。秒牌提前卡好了站台上的位置，前面板子是可以下的。而且这一把秒牌是双弹加飞轮啊。所以选择先开个门，然后再跟藤万。哎呦，走位直接扭过去了这个藤万。
然后拉近身位以后，身上还有磁铁。这一波看一下，如果用吸的话，把自己给吸过来了吗？对，而且自己的距离其实也挺远的。对，本来感觉都不一定能拿到这一刀，但是吸到了，吸过来以后自己晕得更久。反绕了一波大的，那现在有个碎石呢，是的，感觉不是很妙。 就之前都是找不到别人，没有牵制空间了呀。这一波碎石直接震倒，之前都是自己找不到人啊，但是泪水发现我只要站在原地，求生者好像会自己跑上来。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其实你往后面空地去转，你刚刚的磁铁还没有充能成功。对。然后就一个飞轮，我就算你飞轮好了，你也续不出来那个磁铁呀。对，因为他那一波是觉得泪水会跟在自己的后面，所以他才会选择拉左边的那一条直线嘛。对于秒牌来讲。 这波被卡红光拉进了身位是非常之伤的。那现在 PP 佣兵过来救，看能不能打一波手艺上面的博弈。是的，一个碎石，再一个自然交易卡住。但这里的话不能被震慑。哇！一个恐惧震慑，直接打倒，看太云要过半了。Yuki 来补救，但是 Yuki 手上是没有这个化险为夷的，藤外还在绕到了。 泪水直接拿一刀，这节奏感觉不太对。前面自然交易秒牌躲掉了，那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磁铁控晕的机会。这一刀其实是拿不到的，他没有交重金之托。哦，但这一条藤蔓过来还是会直接击倒。没错。而且那边佣兵想要直接去调一波状态，想直接回满，那不太可能啊！你这边。 在脸上摸，我下一波直接移形出去，你怎么办呢？而且还有个心理，对，你白板啊。甚至泪水这也没有考虑第一时间直接移形啊，而是先收集了个自然交易，然后准备用藤蔓去追击 Yuki。而且这波有个大大的白板在我脸上，我不赶紧藤蔓跟上。哎呦，直接命中，一震一刀。泪水今天这状态也太好了吧？感觉。 后上的话，可能说面临一个必四抓的压力，但他先上怎么也这么猛啊？是的，感觉泪水眼里含着的是幸福的泪水。是，这个距离也是交出了自己的移形。那场上密码机是2台半左右，第2个人已经上挂了。这一把 AR 的中期会非常的难打。 因为节奏其实续的有点太快了，现在加起来都没到3台，已经是挂飞了一个，第2个人在脸手上。好消息是佣兵的化险为夷还在。哦，因为刚刚震慑是吧，所以省了一些。还可以救一波，对，还可以套个20秒。看一下泪水的这一波拦截吧。一个护腕直接来到椅子面前，自然交易有点歪，碎石先中，哦，没有歪，是躲碎石，然后命中。这一波心里很恐惧啊，怎么说？泪水还是没有出招，但是至少是个双倒。虽然没有震慑，但是还是给到了一个双倒。他这个手语的压迫感太强了，藤外还在脸上卡着骗了过来，不过绕得有点远。Yuki 选择往外拉，也不是很大，看一下能不能让这个飞轮发射，就发挥一下。没有发挥效果。 那现在 Yuki 再次倒地，应该要让 Jokra 过来救援了。Jokra 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说，密码机是不太够的。佣兵交完绝处逢生以后，把桥上的密码机开了，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台整机需要去破译。这里也是排到了 Jokra 的位置，在下面不太好交悬停，会顶到站台。 再来一个远程的藤蔓，哦，疯狂的绕了一圈，给到了一个无伤救的机会，但Jokra还想拖一下淘汰进度，一个碎石震到了，经典的一幕又出现了，又开了一个门，一个悬停顶开，想直接掏，但掏失败了，还有一个碎石，碎成功，一刀再次打倒，泪水碎石的神啊，泪水。 这波再过去找一下佣兵，是的，但是密码机其实桥上那台大一铲都没能摊开，没错。 那在一个藤蔓还有机会续上吗？在护腕弹出去之前，成功的抓住了这一把泪水的碎石，感觉上是一个都没有空。对，而且藤蔓的话其实也挺准的。是的。那这边手艺上面打得非常的好。再打一波压起身，有重金之托，也是提前释放了重金之托啊。那最终泪水再次完成了一个追击，上面会有自己的在。 上来的话是选择往帐篷后面
绕了一下。一下狮子。狮子没有第一时间往那个坏木马的方向去啊，他选择到帐篷后面的这些板区牵制。但这里其实是只有一块板啊，他带的是双弹，也可以利用板弹把自己拉远一点距离。对，不过这一波双弹没有触发出来啊，所以只能被迫下板了。下场往外拉，然后再下一个板。但是后面的话，那块板子已经被清掉了，所以他只能去卡窗户。是，不过求生者那边呢也是破译的非常快啊，又一个铲子，这里先拿一刀。2个铲子其实交的还是比较快的。对的，这边手上带来是移形啊，下一刀拿到以后，选择先用传送跟上。右边还有块板子。那这一边没有闪现的话，看一下。还要被拉一定的身位，前面马上到窗口了。这狮子卡了一个视野，但是这里的话，感觉有机会拿刀了。没错，受伤加速以后再用移形跟上。不过整体的密码机掉的还是比较快的。没错，直接上到了站台上，这个位置一刀打倒。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讲，密码机的进度是够的，马上3台了。而且外面其实还是有2个圈，因为这把火灾跟医生都是带的化险为夷。是。攻击到了医生，但还行，医生只是赶来的路上，他是可以破译桥上的密码机，然后一会儿再帮忙扛刀或者说过来救援的。对。这波的话选择去里面压迫一下走位，所以医生这边磊磊已经贴到边上了。对，医生要找机会无伤救了。贺神甚至都没看到人贴近椅子了吗？这个脚印没看到，太亏了。那现在磊磊上班了，直接帮忙扛刀。他往前走，你因为前面凝视的是守墓人，所以导致这个板你是不好过的。但现在的话，给上一个渡鸦，一直在跟你去绕2板一窗。对，左边还有一块板子。一波卡红光，但是你没有凝视到医生身上的话，你这个板选择直接传过来吗？卡位好像卡到了，哎，这一刀真有。因为守墓人刚才的一个角度，他是到处晃的，那你这个渡鸦降临在了自己的身后，刚好让守墓人没有一个太好的身位往外走。是的，不过这波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让医生继续过来救就行。没错，没有必要去换位。是。但是这边要干扰的话，其实我觉得奈仔这一刀可以给他，这样的话让守墓人那边就可以直接摸起来了。基本上给上一刀，因为渡鸦也在奈仔的身上啊，所以这一波在渡鸦以及移形好之前呢，那边是有机会可以摸起来的。是的。不过2个人好像没摸，并没发现脚印了。是的。就第一时间没看到。他们2个第一时间选择的是拉点，拉点的话反而不如先调整起来。这边磊磊还在继续帮忙扛，没错，这其实只差20%左右的密码机。是的。但是一个人被凝视，一个人在卡板还是比较难受的。利用你的这个插刀时间，守墓人也是成功转进了鬼屋，再帮忙架住这个板。是的，而且医生那边也是接到了那个压。是的，而且一个板弹又上去直接2楼了，可以马上续一个窗弹。求生者2个门各派1个人点。接下来就是怎么都能跑1个的局了。对贺神来说，节奏已经没有机会试抓了。在楼梯上的一波戳刺，也没有机会拿刀，然后是再次翻下去，看一下地窖的位置，也不在鬼屋板区。最终道具的话，其实也走不了了。对，哎呦，狮子最终再来一个进柜子，多拖你几秒钟。那求生者那边也是终点门被通缉到了。这里是奈仔的飞行家，看一下地窖的位置也不在狮子龙，在桥上，不在狮龙。那想往地窖赶的话，其实还挺久的。这里也开转了，2个人开转上了。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第2次互转，对的。最终也是恭喜 GW 战队啊，局赢得分12000，局赢击倒次数10次。我感觉其实小谎言在第3、第4，但实际上操作起来我觉得难。那是有可能说去争到更多的分数的。不过小谎言这边是选择先往桥上去赶一下，并没有直接去追鬼屋的阿策的气象。那他这一波绕的话，就可能是要去找那个终点站的弓箭手了，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追击，而是攒一下愿力。那现在的话，2个板子都已经踩过。对。前面这个平地凝视距离掌控的很好啊，卡在若即若离的位置。小网爷要交围龙拿刀了，
你半天不交表，那我逼近了身位以后，你再交表就来不及了。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拿到刀的，很极限。但是这一波如果选择拿大副开刀的话，确实又有先例啊。不过问题就在于大副他在椅子上是比较能做的，第2段表摇中，第3段表得找机会躲掉，然后再用维龙去处理。阿策好像是提前从鬼屋赶了过来，这一波想进行一下辅助吗？但这一波其实感觉是换3站密码机去修，让终点3站的密码机修得更快。但是林策这边撑不住了，要直接倒地。没错，那还可以挂到3站，逼阿策再次跑一波图。求生者这边反应很快，他们是想过来直接破译终点站的4连，不要留下遗产最后被控。那这样的话，阿策其实并不能破译多久啊，而且还被通缉到了，必须要拉远。而且这把他们其实只带了2个化险为夷，那现在其实已经闷掉了大副的这一个。还好是大副那边也还在破译，还好是大副比较能做啊，这一波直接上站台闪现想打一个震慑，但是这一波阿策是卡着那个维龙的边缘，好像被传走了。落地以后再交一个强风，虽然也没吹到，但是这波淘汰进度还是卡得很极限。小谎言要不要尝试一下用维龙来卡这个淘汰进度呢？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感觉还有一些空间，而且他们是2个人过来的。没错。选择阿策施了一刀，然后让木偶师开到这个化险为夷。是的。在一个后撤跃龙直接拿刀，但是场上的密码机其实进度不算多啊，只有2台半。大副这一波全坐在椅子上的时间，并没有让求生者破译到很多的密码机。因为外面的话，其实只留了磁铁一个人在破译，阿策跟木偶师那边其实都过来了。是的，这一波现在看一下磁铁能不能操作一下。一个超远距离的一波进攻。小谎言也很有处理的经验啊，知道你没有射中核心，那你一定会下来补一个后撤秘鲁。我直接原地等到撕裂值全降完了，我再走。那这一波要逼救了，必须要找机会逼一下磁铁的状态。他肯定是不想让你这个大副的淘汰进度条又卡到最极限才救。是的。看一下，再拖一下，这里有一个后撤秘鲁的机会，磁铁应该会先等。对，应该会从那头钻过来。不过小谎言预判他要钻过来，也没有钻过来啊。这一波维龙释放距离，时间是有，但是上一波他打磁铁是打成了1/4，这个龙子还是打成了1/4的伤害啊，导致磁铁现在还有半状态，可以继续 OB。那我们看到求生者的密码机也是接近4台了。林次还有最后一个表，这个表要不要考虑摇呢？哎，很近这个位置，身位会比较对，感觉小谎言刚才不着急。去考虑交尾龙啊，他在你脸上，你哪怕1/4刀去把他的一个4连状态打出来也行的。对，那现在的话，他想先把这个表给他躲掉。对，第2段也躲过去了，现在还得拖过第3段的时间。求生者外围气象跟弓箭手那边都已经在调整状态了，没错，靠这个表的时间去把这个状态调满。这样的话，一会儿小谎言是不太好去上第2波节奏的。是的。那磁铁还能再过来帮，但他这波其实 OB 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是的。这里还是成功钻了过来啊。通缉到了弓箭手，磁铁手上还有一整套道具啊，2个龙骨弓以及1个后撤秘弩。那求生者这边其实也是把终点站的4连给破开了，后面不会留一个3连给到监管者去控场。接下来就看磁铁能拖多久了。因为磁铁这边其实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外面哎呦，这轮的话是关了个单肩。因为弓箭手手上是有带一个弹射的，所以对于距离的把控没有把控好。现在已经是2台密码机都在破译。没错，这个反向龙先拿1刀，那下一波还不够。对，下一波再交龙子的话，密码机有可能可以压好啊，毕竟磁铁道具是还在的。哎呦，再砸一个头，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密码机马上就要拖好了。对的。而且终点站那边是可以很快就贴到门口的。看一下，直接通电，但很可惜这刀并没有命中。但是补了一下。是的，后撤并弩也命中。这个维龙搞像有机会拖过去吗？没有机会。那起点那边其实已经是跟终点都已经在点了。对，但现在小谎言没有立刻去管终点门啊，那终点门可以打开的，因为木偶石是满状态，你这波再把它挂上。传起点 ，OK， 终点站来救人，直接保平。那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管住起点这个最远的门了。是。当时他如果不挂，直接打一个维龙去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直接传过来的时候，不对吗？但是那边也没有选择救了。对。你回来之后可能也挺危险的，所以是选择。然后呢，他在维龙之间也是有博弈。起点旁边。这里看一下，直接过来鬼屋。没错。
也可以看到，好像是磊磊主动到了鬼屋板区啊，脸上虽然说有耳鸣，但是能看到吗？右边的脚印，哦，看到了，因为看了一眼窗户没人。是的。 直接过来去追击白纸的古董商，白纸是直接来到了一个狭窄区域啊，那这边有一个机关枪的博弈空间，一个过板刀先拿一手。那这一下的话，其实在你一开始愿力并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拿到，我觉得还挺赚的。没错。那你现在其实愿力开始涨起来了之后，上面一个云门有落地刀吗？没拿到。那白纸这个位置再钻过来。 地形比较复杂，一个点刺先拉开距离，但是过来感觉还是得交机关枪才行。兴奋拿刀，不过这一手兴奋拿到的是1/4的状态刀啊，不过也能接受吧，因为开局已经先拿了一个平地刀。对，再补一个围龙，前面落地怎么说没有身位，再钻过来，再补个围龙。哎呦，骗到了一个机关枪。 那年景这一波处理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分10几秒有地下室，但年景还是觉得把人给挂到鬼屋，然后去逼鬼板的人。是的。不过磊磊这里是带上了化险为夷啊，他也不是特别怕被你拦截，手上有香水。哪个通缉？先拿一刀。但这个地方如果救的话有点早，所以还是得去绕一下。是的。反正他是有3瓶香水的嘛，那就先去楼梯外面绕过来。没错。看一下，先把香水骗出来，要掏吗？ 等于是无伤掏了一波啊，那这一波回香以后，年景也没法再打他了，必须要跟着古董商去了，不然万一一会儿找不到节奏就更难受。现在求生者往外跑，你一定是第一时间最好是能把他直接挂上就挂上，对，除非你有一个能打双倒的机会，不然很多监管都不会去放弃这个椅子上下来这个人。那现在的话，其实大副还在外面。调香师的第一台密码机是鬼屋鬼板的那台密码机嘛？那69，一会儿如果说能够稍微拖一拖，还是有机会让调香师去补的。但第一时间的话，其实是没有排到狮子这边的点位。是的，第2段表也成功摇到，尝试直接过板刀。第3段再次摇到。 密码机拖的也是挺多的了，而且围龙是拆掉了以后拿到了这一刀啊，穷者这一把救完人以后保的状态很好。这样的话得看一下白纸能不能再把自己的机关枪去利用一下。是的，又一个点刺，那直接反向走，看一下后撤跃龙跟进身位，还得再交一个围龙啊。这把白纸飞轮也还没好，但是穷者的密码机进度是非常好的。大副那边回去以后直接去补鬼板的密码机，年景现在就算去管鬼板，其实也不太好把大副留在遗产机了。但是感觉能够去处理一下，现在传送过去直接找大副，因为他知道这台密码机还是有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得去逼他们外面兴起一台密码机。直接拿一刀，那这边大副道具要交吗？感觉不是很想交啊。 但是如果不交的话，可能不太好去拖出来跑图加兴起一台密码机的时间。所以这波平地把大副击倒了，磊磊这台感觉也不好抢吧？是的，87的进度应该得放一下香水什么的了。考虑放香水吗？钻过来直接拆龙，提前过来等，还是回香了。身上有个盾，要不要来个反向盾？直接砸头。我还说要不要来个反向围龙去把人给卡住，不让他进板。 但这样拖的话，大副一会儿可以让调香师把它摸起来。这边香水没有按出来，外面新开的密码机只有18%。是的，因为要跑图，这边大副交流感觉是逢生，所以年景这边只能去管密码机。年景不能走了，年景不能走了，找机会把调香师打倒。看一下，打到的是大副，大副没有全速逢生了，磊磊不敢碰密码机。那现在就非常的尴尬了，可以说是把这一波最不好的机会都打出来了。对。 让他们拖着拖着，反而要被年景多抓了。外围莫尔斯那台也不能修了，他必须过来脸上打团。一个围龙钻过来，但是怎么能熬得到他过来打团呢？是的，奈在那边放手，这里其实年景可以考虑把人举远一点，然后等一会儿感受到了莫尔斯以后再说。 他现在其实来这么远都可以去挂一波鬼屋，这样的话他是能够让求生者一定要去先救人才行。对，你必须要派出一个人来救，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就不太好压这个密码机了。是的，这边的话奈仔选择先去找调香师的那边，大副感觉还能再挂一会儿。要不要打针对呢？看一下调香师下来能不能打中这一刀，打到针对了，大副那边已经过半。这里年景其实是可以去考虑处理这个莫尔斯的。
因为你救下来2个人还得有人修机，一个后撤的跃龙，同样的招数再来一次，继续打针对。那这波等路一结束，等路一结束，等路一结束再打。打了一刀，打到了木之震慑，大副几秒钟能强开吗？99举起来了。这一波再打气球刀，狮子必须要躲，所以这边年景很聪明，把人给挂远。那你要强开没关系，脸上这个大副没有失了元状态，威龙来不来及释放？来得及，一刀直接打倒。调香师那边也是没有回光返照，交出来全部成分。大副是当面教过绝处逢生的，但是年景可能忘了这一点，他选择把人往外举，去看一下还来得及看得到磊的脚印不？我感觉他是一个围龙应该是能打到的，一个围龙是能打到的。调香师能够走的范围它是有限的，肯定是先远离这边的战场嘛。没错。所以你只要往桥的对面去排就行。是的，想不到在局势这么均衡的情况下，让年景冲着鬼屋板区那台80度的密码机，让他给完成了一个4抓，太会找机会了，这个人。然后还是刚刚在鬼板那波处理掉大副太关键了。是。那你现在其实也牵制不动了，那最后是完成了一个4抓。他的牵制能力是非常强的，我要是没记道具 ，OK， 那我有点害怕。但是你连接零次的佣兵在中场啊，这一波，选择去追佣兵了。第二个双惊喜是直接用护腕躲掉了，但是选择走里面想来一个反绕，但是零次也没有给机会，他知道你会反绕我，所以他也是防到了这一波，并没有说拉近身位。对，那你现在18秒的一个双惊喜，其实对于佣兵来讲压力很小啊。那你贴近身位，我再拉一个护腕嘛，你下双惊喜好了，我其实护腕的 CD 很短，也没有关系。我只得交护腕，对我只要一个护腕费你一个双惊喜，你想想这多久了？36秒直接过去了呀。等你真的贴近身位了，也不可能说给你一个平地刀的机会嘛，只要利用板区和窗区去卡你就行。其实道具是已经交完了。对。那现在对于零次来讲，接下来就只能靠自己的基本功了，所以贴了一下墙，但是这里已经没有板了，要避免自己被上双球，空中飞人跳过来，还有一个复用的机会，复用过来想打双球，还差一个焰火舞台的。没错，而且绕场谢幕现在也进入 CD 啊，焰火舞台。卡到墙边还得等2秒钟，对，等2秒钟，成功命中，那也是拖到了接近3台密码机。是的，因为他佣兵还有个小搏命，你等到小搏命加上一个挂椅的时间，差不多就是3台。没错。挂上以后，外面的求生者仍然没有放手啊，应该是飞行家来救援第一波，毕竟他作为一个副就位，破译的速度也是会比较快的。通缉到的是幻灯师。那这一手破译完，其实脸上就有遗产啊。如果说想破译中场跟他脸上的这一台的话，可以让佣兵往东龙门的方向去倒，这样的话可以让密码机最大化。但是显然他们应该想放弃脸上的这台密码机了，就让幻灯师在外面破译，一会儿磁铁去接他的番。是的，但磁铁这边其实也是稳稳的一波救援，是，只是拿到了1格状态，是，甚至也只交掉了一个喷气背包而已。这里零次就往小房的角落里面倒啊，也可以让轩霄一会儿挂他的时候花的时间更久。那你直接倒到角落。外面的话，现在已经是没有化险为夷了。没错。这一波成功的拖过了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啊，然后再触发一下自己的坚强，又多拖几秒钟。所以泪水这波手椅还是比较难受的，没能争到更多的节奏。通缉到了幻灯师，但是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他觉得赤红会从狮子楼过来救援，不过他走了一半也没看，还是交出了一个双惊喜排到这波人。其实感觉已经是大概排到了，已经在脸上了，但他没看那个方向，是他看了右边没看左边。对，是最可惜的。这里有个勾抓的机会，可以没有被沉没到。那这边泪水空中飞人没有了，双重惊喜也在 CD。是的，其实密码机的话很快就要过了，现在只差20多。是。这个地方拿到一刀，双重惊喜还没好，直接掏了下来。虽然没有化险为夷，但是佣兵有小坚强。这里最后的6秒钟，应该是要找一个角落去卡着。哦，倒板中间，最后1秒下板吗？哎呦，虽然没下，但是又帮忙下了。
这一波可以直接按头，你跳过来就算打倒求生者是可以直接强开的，直接亮密码机。没错，双重惊喜还在 CD， 这波零次没能翻过去，但其实我觉得可以强行翻过去了，翻过去的话再逼你多踩一个板。但是问题是现在感觉你移形是来不及去管了呀。是的，这一波拖了时间，求生者甚至闪门那边已经点上了，2个人都在门口，看一下地窖的位置，不用看地窖了，3个人都在门口，准备3个人出门了，空中飞还有一段过来了，双重惊喜想续换当时还是冰换，能续中吗？一下标记，黑色区域并没有机会打到，打到的是飞行家，是尝试去针对机械师法罗女士以及。对吧？那你不可能说迎着这个机械师绕回这个3连来破译的，或者说你绕中场来回3连。这里找到了耐宰的机械师，一波退杆，移速很快啊，但是这个位置想交一下击球点吗？没有考虑交，继续跟着，前面惯性已经没了，蓄力刀冲动，这个极限刀气还是拿到了。那现在平地很快的速度给到一刀的话，对于球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放了一个娃娃没有卡住，机械玩偶并没有卡住那个板。那而且我现在切过去还要打你一个气球刀，把你的机械玩偶清掉。对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差呀！挖到了3连这个最危险的位置，现在拿了3格存在感，闪现都没好。这把求生者其实是没有留人在3连的，甚至前锋这台密码机还要被回退，画家悄悄翻了过来，应该想来西化进行一个辅助。对，看一下飞轮，看一下陪跑能不能陪出来效果了。没错，这里捏着击球点不让正面被画家看到，非常细节。先打前锋一刀，看一下你们谁救，是由画家来救。但是前锋进入半状态，手上是有飞轮的，这一波画躲了，是 A 了以后去吃的这幅画抵消掉，手上还有惯性的一个加速，主球跟上飞轮顶掉主球，但是还有一个往角落冲的话也只会倒地。没错，前锋的距离非常的远，这一波没有办法 OB 了，场上的密码机只有1台半，那这种节奏感觉很难操作了。求生者这边必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机械师继续活下去，才有机会完成3炮闪现，直接打倒，话都不让你放了，然后再交击球点回去守乙。而且这回的话，其实前锋绕过来，感觉也很难把这个机械师保。想来一个小陀螺，年景这边也是防到了，直接出刀，毕竟台球手都是有张狂加耐受力的。这个击球点看一下怎么拐，直接拐，距离超远，成功拐到。那现在年景还有一波放出来的机会，已经没有办法了。骗了机械玩偶，想打侧刀，能扛到吗？还是成功打到了。那现在画家那边才刚刚交的绝处逢生。是的，前锋的橄榄球还是挺多的。现在对年景来讲无所谓，我交一个主球就可以限制住你的一个 OB， 甚至这个主球不是用来防的，我是用来打你的。他太自信了，年景。那还能再续一波前锋的节奏？没错，只有法罗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破译了2台密码机，但是他还要破译3台。是的，现在把机械师给挂飞以后，前锋的道具虽然很多啊，但是局面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走向，就是必须要法罗来救人了。法罗来救人，在椅子面前进行一个危险的博弈。但是法罗其实本身离的位置也是比较远，因为法罗是在小2楼附近，脸上还有一个半状态的画家，这波可以选择先去管一下画家。是的，反正你都半状态在脸上了。想尝试先拿一刀，但这个位置的话，哎呦，这一波磊磊放话的时机是比较好的，他卡住了年景要转头的一个时间差。是的，博弈到了这个半状态的救援，成功把前锋给救了下来。这里非常的大胆，平地交出了主球，再拐一手，他预判是拉近板，但是前锋拉到了右边，所以没有续上这一波击球点。有一个惯性，过来惯性的话，哎呦，小陀螺又来了，成功撞到回旋球，但是3层惯性的持续时间还有很久。这个地方拉球进板，但是直接过板拿到这一刀。是的。那与此同时的话，法罗也是终于修开了3台密码机，还有2台。那现在再把白纸挂上，其实求生者已经很难了。甚至都不要说完成3跑了，这把很有可能要被滚雪球滚到一个4抓的绝境之中了。而且这一波的话，因为磊磊那边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救援了。如果你要救，就只能法罗过来救。是，
先拿一刀，有个远程交主球的机会，但是没有选择交。他选择用来处理下一的前锋。他这个击球点瞄的是非常的快啊，就感觉放完第一个以后，第二个已经在路上了，直接拐到前锋身上，反应都来不及反应。那这里白子也要被挂飞了。最后的密码机还差一整台，加一台大遗产需要补。但是最后这一台空的密码机怎么去打拉扯呢？是。感觉要拉扯起来会比较乏力。脸上就是半状态的法罗，年景是可以直接出击的。换了一条线，那现在只要再等一下，等到他的隐身结束，然后再利用主球处理他。尝试骗了一手，一个反方向的权杖，但是还是暴露出自己的身形。这台密码机也是到达了35的进度，主球再往前拐，成功再次抓到。今天年景的主球也很准啊，基本上在有视野的情况下，还没有求生者对，还没有求生者能够躲掉这个主球。那这一波挂上以后，看到外面的密码机还在抖动，前面留下的轨道还在。再次赶出去，回去。磊磊手上只有最后一个魔术棒了，但是年景手上也还有一个闪现。是的，一个主球，魔术棒躲掉。那看到了脚印，主球拐过来，直接打倒。这边两边也是开始又转起圈来了。3.0了，3.0。看一下年景要去排一下地窖吗？这附近好像没有地窖。那把人挂上，完成4抓。让我们恭喜 GR 战队获得2026普约电竞节第5人格项目的冠军。玉渡关山，何惧狂澜，风生水起，正好扬帆。让我们恭喜 GR 战队获得2026普约电竞节第5人格国际邀请赛的冠军，恭喜 GR！ 接下来也是让我们有请2支战队的所有选手一同来到舞台中央接受最后的采访，也请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2支战队。非常有爱的大家，也是有请我们一同来到舞台中央接受最后的采访吧。欢迎大家！哇，今天打了2场比赛，真的是辛苦各位了，最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对决。那首先，我们把采访的画面给到我右手边的 GR 战队。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年景，这一次来到普约电竞节，你有给自己立下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你有特别想要完成的事情吗？就放轻松，正常打吧。所以整一个电竞节，你的心态还是放得非常平稳的，是不是？是的。那现在拿到了我们最后比赛的冠军，会不会比较激动一点？很激动。很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露出了我们非常可爱的笑容。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身旁的阿策。那这一次其实电竞节大家都有体验到比较多嘛，包括其实有注意到你也是好像主动说啊，想要去体验一下教练这一个岗位，非常多的体验。想问一下你这一次电竞节和我们的联赛相比，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就是体验一把教练也非常的开心吧。非常的开心，拿了一个冠军，是不是更开心了？是的，是的。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棒。那下一个问题想要问到磁铁这边，那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参与到我们类似的活动当中来嘛，所以想要来问一下你，这一次参与进来对你来说有一些怎样的体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开心嘛。感觉非常开心，有见识到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吗？对。拿了冠军也是非常开心的，是不是？对的。就也是在磁铁脸上看到了笑容。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身旁的赤红。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世宏了，想问一下你在这2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印象非常深刻的瞬间，景皇杀完了。啊，这2天的比赛，景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厉害？一直在多抓，一直在给对面上到压力，大家的表现也都非常非常的亮眼。那下一个问题想要给到赤红身边的林次，同样也是作为新人第一次参与到这样类似的活动，想问一下，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有收获到一些什么吗？收获到了瑞哥和景皇这么强的队友，瑞哥景皇太厉害了。我们的队友发挥一直都稳定在线，但是这一次电竞节其实林次的表现也很棒，大家觉得林次的表现怎么样？是的，不管救人还是牵制，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秀的。那接下来也是给到我们1天没有见的超 Q 了 ，Q 教今天在幕后待了1天，在后面看大家比赛观后感怎么样？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欣慰？给到大家一些怎样的评价呢？这5个教练太强了。这5个教练太强了，以后这是他们5个在背后就是教导你了，是不是？啥？没听清。所以说你在后面的观后感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是的。行，那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之后有多多的这样的互动，那也是非常感谢 GR 战队接受我的采访。接下来我们把采访的画面给到我左手边的 GW 战队，来吧，大家辛苦了，今天鏖战到最后一局。这一次也是几乎以一个全新的阵容加入到我们的普院电竞节，非常的想要问一下我们每一位成员，这一次来到普院有一些怎样的收获和体验呢？我们从小谎言开始吧，麦在小谎言那里，我们从小谎言开始分享一下吧。这一次有一些怎样的收获和体验呢？那个玩了很多项目，做了很多那个手工，然后还打了比赛，然后挺开心的。就是体验了非常多不同的事物，也玩到了最好玩的第5人格，非常充实且快乐的一次线下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身旁的白纸哥，这一次有一些怎样的收获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收获挺好的，然后我也很久没打比赛，然后也能跟到GR这样的强队交手，我也还是很开心。同样的这一趟也是来值了。来吧，我们继续把话筒给到旁边的狮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感受，分享一下吧。就其实来这几天玩挺开心嘛，然后大家也都打得很好。其实当时第1天碰到狮子的时候，我有问过他嘛，就是这一次来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他说其实就是能多打1天是1天。今天我们也是打到了决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辛苦了，特别厉害。今天，那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泪水，泪水这一次的表现实在是可以和很多强队交手，能学到很多东西。那这一次比赛，因为你确实也是发挥得很出色嘛，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再努力吧。再努力，我们也是给到泪水一些掌声，好不好？这2天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鼓励一下我们的新人选手。接下来来到奈仔，同样也是作为新人吧，第一次参与到这样的活动，这一趟旅程你有收获到一些什么吗？就是能确实体会到，其实我们队真的不弱，就是每个人都很厉害。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作为一个新人来说，我还得多向他们学习吧。作为新人，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前进的空间，但是这一次也是证明了自己真的很厉害。非常感谢奈奈的分享，最后我们把话筒给到蕾蕾，来吧，说点什么？感觉今天大家都挺不错的吧，然后就大家都挺厉害的，然后能坚持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能挺进这个冠亚赛已经很厉害了。是的，GW这2天虽然只有2天的比赛，但是真的带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夏天再见。希望我们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创造更多的紫色奇迹。非常感谢 GW 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2支战队来进行颁奖。首先要有请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高级顾问萨玛上台为 GW 战队颁奖。Welcome。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take a photo.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step down and take a rest.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3P 罗通上台为冠军战队颁发冠军奖牌。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take a photo toge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step down and take a rest. Thank you so much. 至此，2026浦原电竞节第5人格国际邀请赛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现场和直播前每一位朋友们的全程陪伴，也感谢所有战队在这几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拜拜。